我认钱不认人。不幸的是，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，哎，我的财务状况可能有点落后了。部分的原因在于比较文化，我们看邻居、看朋友、看别人都拥有什么。在美国，这种比较更难，因为有太多的所谓表面财富信号，但我称为它为假信号。你看到有人开豪车了吗？可是只要能够通过车贷的审批，任何人都能开好车。你看到有人拥有很多奢侈品吗？可是只要愿意负债，任何人都可以拥有各种昂贵的玩具。但是对于那些真正财务负责、财务谨慎的人，他们当然也想要这些东西，但绝对不会刷信用卡冲动购买。因此，有时候正是这些真正负责的人，从表面看起来反而像是落后的那一群人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博士。今天我想给你一些数字，让你安心下来，看看你真正处在什么位置。我猜绝大多数在看这个视频的人，其实都比你自己以为的要好很多。在开始之前，有人可能会说：“我难道不能是平均水平吗？当普通人有什么不好？成为普通人当然一点问题都没有。但如果从美国的财务数据、储蓄习惯、退休准备这些角度来看，平均水平往往代表着你被放在了一个危险的位置。”我会在视频最后进一步解释，而且我会在结尾分享最重要的数据，所以记得看到最后。我们先从一些基础的概念开始。最基础的就是你有没有应急基金 （emergency fund）。如果你失业、车子出事故、突然遇到紧急情况，或者是收入来源瞬间归零，你能撑2到3个月吗？不幸的是，在美国，将近32%的人完全没有任何应急基金，而29%的人说他自己无法承担超过$400的花费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一旦失业，他们几乎没有时间缓冲，必须立刻找下一份工作来付账单、付房租、支付生活必须开支。所以，你如果有应急基金，你已经处在了非常有利的位置。我们继续往下看，接下来是储蓄账户 （savings account）。你可能不敢相信，在最新的调查中，59%的人表示他们的储蓄金额无法去支付超过$1000的花费。此外，超过1/3的成年人表示他们的信用卡债务比应急储蓄还多。所以，要建立稳健的财务基础，第一步是设置应急基金，第二步是提高储蓄，第三步才是退休储蓄以及投资。当你听到退休数据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些数字非常吓人。根据 Vanguard 最新的 How American Saves 的报告，401k 的整体中位数余额大约只有3.8万美元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的 401k 里有4万美元左右，其实你已经高于一半的 401k 持有人了。我们按年龄来分一下，25岁以下中位数大约是$2000，25到34岁中位数大约为1.6万美金。35到44岁中位数大约为4万美金，45到54岁中位数大约为6.8万美金，55到64岁中位数大约是9.6万美金，65岁以上中位数也只有9.5万美金左右。所以，如果你现在已经在认真存钱，甚至快接近6位数，你在整个分布里其实已经是相当靠前的一批人了。但问题是，这些钱能够支撑怎样的退休生活呢？美国的生活成本非常高。据报道，退休人群的平均花费大约是6万美金，房子、医疗、交通是3项最大的花费。所以上面提到的不到10万美金的 401k 余额，即使再加上社安金 （Social Security） 给的区2000美金，也许只能撑几年的退休花费。你可能会说，401k 并不能代表全部的资产。那我给你看另一组数据，根据 Empower 最新的数据，60多岁人群的中位净资产是29万美金。请记住，这里边还包括了不产生现金流的自住房部分。即使是我们假设这29万都能产生现金流，按4%的可持续提取法则，一年也只能产生11600美金。这和退休人群所需要的6万美金的平均花费还是相去甚远。这也难怪，即使过了退休年龄，19%的人还在继续工作。我知道很多观众的状况比这个要好得多。如果还没有达到这个储蓄水平也没关系，你能做的就是把至少加薪的一半存下来，留给未来的自己，剩下的才给现在的自己。另一个要点是你必须要理解财务安全的基本逻辑。不幸的是，学校从来不教这些。如果你发现自己总是存不下钱，其实不是你不努力，而是没有一个清晰的预算框架。
我推荐一个非常简单但极其有效的预算法则：70-15-15法则。也就是说，70%用在生活必需品，15%用在提升幸福感的开销，最后15%留给储蓄与投资。70%的部分包括房租、食物、通勤、水等等必须发生的支出。15%是让生活更加舒适的开销，比如小旅行、兴趣爱好、外出就餐等等。这部分控制在10%到20%的范围内，被研究证明能够提升生活满意度。最后的15%是最关键的，它决定你未来的财富增长。比如把这些钱投入到401k、IRA、房产投资或是应急基金中。Fidelity 的长期研究都显示，每年能存下15%到20%的人，最容易在退休时成为百万富翁。我们一句话总结一下：70%是让你活得安心，15%是让你活得开心，剩下的15%是让你未来更有底气。如果你现在完全没有储蓄，10%是一个很好的起点。如果你已经能存10%，15%到25%会更健康。虽然很难做到，但真的是更好。但光靠储蓄还是不够的，你必须投资。原因只有一个：复利 （compounding interest）。复利的力量在于，你今天赚到的收益，明天还会继续替你赚钱。时间越久，这条曲线就会越陡，增长就会越快。很多人之所以能够在退休前成为百万富翁，不是因为收入特别高，而是因为他们长期坚持投资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如果你从25岁开始，每年往投资账户里放$6000，大概一个月$500，按照美国大盘长期平均的7%的年化回报，到了65岁时，你的账户就会超过$100万。你这不是靠高收入，而是靠时间和复利让钱替你工作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投资越早开始越容易。但当然，复利也会反向工作。如果你的投资长期跑不赢通胀，你的购买力每年都会被侵蚀。所以目标不是短期击败市场，而是在7到10年的周期里长期跑赢通胀。我们回到刚才的数据上，即使是65岁以上401k 的中位数余额只有不到$100,000。而60多岁的净资产中位数也只有$290,000，加上社安金的区每个月$2000，我们可以想象，大多数人的退休生活都过得非常紧张。所以趁时间现在还站在你这边，能做多少就做多少。如果你看完这些数据感觉好了很多，那很好。我不希望你觉得自己落后，我相信成功会带来更多的成功。通过数据，大家应该看到了，做到这3点，你就已经比平均水平高出很多了。第一，你有应急基金，可以应对临时的突发情况。第二，你开始有了更多一些的储蓄，可以覆盖几个月的生活费用，给生活提供安全网。第三，你开始在退休账户里开始投资，为未来做打算。如果你已经在储蓄预算方面做得很好，继续坚持，不断累积，形成滚雪球的效应。如果你还没开始，设定一个能达到的目标。正如我前面说到的，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开始存钱，先从存下工资的10%开始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，非常感谢你的观看，别忘了订阅、点赞以及留言，祝你投资和创业顺利，我们下期再见。